此时荣王府的游乐场还真是来了不少人，孩子不少，但是下人更多，黑压压的都是丫鬟和老嬷嬷。小福宝被请过来的时候也是抽了抽嘴角，怎么都来呢？四公主早就好奇荣王妃的小郡主了，而且她母妃张婕妤已经交代过她了，让她和2个小郡主好好玩，不要有公主的架子。张婕妤在后宫并不受宠，所以她也交代四公主必要的时候要让着点荣王府的2个小郡主。四公主在皇宫里并没有玩伴，还是皇上下令让她出宫陪妹妹玩，她才能出来的。四公主立即噔噔的就跑了过来。那啥，前辈啊，这是花花，这个是小叶子，你们要好好玩呀。四公主乖巧点头，于是主动伸出手握住了花花和小叶子的手。小叶子看到比她高一点的四公主，摇晃了一下小胳膊。姐姐，你和我来，我有好东西给你看。四公主看了花花一眼，见她表情淡淡的，觉得还是小叶子好相处，就松开了花花的手，和小叶子一起走开了。四皇子见到四公主，毫不犹豫的就抛弃了她，瘪了瘪嘴巴。他四处看了看，终于看到了小福宝。四皇子去了万贤妃那里，已经逐渐的适应那边的生活，但他没有忘记他的娘亲在冷宫里。他想到皇上对他的交代，让他好好的陪着小福宝玩，嘴角就紧紧的抿在一起。他看了一眼远处的太监，还是向小福宝走了过来。福宝哥哥，你是宫中的四皇子啊？哦，福宝哥哥，父皇让我来陪你玩。小福宝抽了抽嘴角，他有那么闲吗？一天天的都想让他看孩子。小福宝看了四皇子一眼，目光一顿，这老大是怎么养的孩子？四皇子眼神中的不安还有不甘心的那个劲儿，一下子就被小福宝给捕捉到了。哎，罢了，这也是个有心结的孩子，看来得慢慢的哄着啦。好，那就一起玩吧。于是2个小孩就这么跑远了。沈妃带着3胞胎来到了凉亭那边。此时北京王府的8个才满1岁的小孩正在凉席上乱爬着，还好凉席四周都被围了起来，否则真是抓都抓不住。把3胞胎放里面吧，让他们好好的陪着小舅舅们玩。奶娘们不敢迟疑，于是把3胞胎都放了进去。沈妃坐在躺椅上盯着北京王府的小娃娃，还别说，真有个小孩那小脸儿和他有些像。这个是老几啊？回大小姐，这个是咱们3公子陈毅少爷，他和竹心小姐是龙凤胎呢。老三是不是更受宠一些？是呢，我们太王妃最喜欢的就是陈毅少爷。沈妃轻轻地哦了一声，就没有下文了。沈妃看着那小孩的脸，哼，能不喜欢吗？这孩子是最像老王妃的孩子了。沈妃不自然地摸了一下自己的脸蛋，无奈地叹了一口气。她最不满意的就是现在的长相了。这时候远处又传来了哭声，这次不是小叶子的。沈妃顺着视线看过去，就看到小叶子手中拿着一个绿色的大青虫，呲着牙追着四公主。很快小叶子就来到了沈妃身前。娘，你看好玩呀！小叶子，你不要过来，还有赶紧把这个虫子给扔了。小叶子疑惑的站定，好奇的看了一眼虫子，不明白娘亲为什么害怕。李嬷嬷，快去让小叶子把虫子给扔了。哎，王妃放心，奴婢记住了。李嬷嬷尽力憋住笑意，走到小叶子身边，想把虫子拿下来，谁知小叶子一个暴力，虫子就被她捏碎了。四公主看到蹦出来的绿色液体，吓得哇哇大哭。花花则是一言难尽地看着小叶子，无奈地摇摇头。趴在凉席上的小老二看到小叶子的眼神却是亮晶晶的。四公主的奶娘见状，急忙来到四公主身边哄着她，可是四公主哭得厉害。我要找母妃，没有办法，奶娘只能带着四公主回宫了。四皇子是和四公主一起出来的，见四公主回去，他也不想和小福宝一起玩了，所以宫中这俩小孩就这么回去了。北京王府的老嬷嬷见到小叶子这样，害怕他也拿虫子吓唬自家小主子，于是没有待多久，也赶紧带着王府的孩子离开了。沈妃没想到小叶子还有这个作用，
本来想奖励这小丫头一个亲亲的，可是想到她那肉乎乎的小手沾满了虫子的浆液，就恶寒不已。方奶妈，小叶子的手你要帮她多洗几遍，明白吗？王妃放心，奴婢记住了。沈妃见到方奶妈毫不嫌弃给小叶子收拾，还拿出帕子给小叶子擦手，满意的点了点头。晚上，唐之陵下职回来，照例是先去沐浴，然后才去看三胞胎。沈妃知道唐之陵回来了，也跟着去了三胞胎的房间。你今天回来的还挺早呀。是啊，老三的儿子回京了，老贾又被叫走了，我和朱鹏坤就偷偷溜回来了。沈妃也不在意唐之陵的早退，毕竟唐之陵就是个关系户，多待2小时那也创造不出多大价值。她好奇的是益州王府的小世子这次回来能带回什么消息。毕竟益州王被关押好几个月了，还没有个定论，朝臣和百姓也都有了猜测，更有一些风声传出来，说皇上是在等楚玉红的消息。怎么样，你见到楚玉红了吗？没有，但是听说那小子是很厉害，这次也是立了功，估计老三死不了了。益州王袭击你们的事，你不计较了？虽然有点气愤被人当了靶子，但那事儿已经调查清楚了，你的直觉很对，是老三的谋士苏先生搞的鬼。这次皇上派去益州的兵马，把老三藏的私兵和武器都收缴了，那些人中确实是查出了不少逆贼，这些呀都是楚玉红救出来的，他才9岁的年纪就能如此聪慧过绝，也是难得呀。只要来见过益州王的将领啊，楚玉红都记个清楚，哪些人又和苏先生有牵扯，那小孩都清楚得很呢。这么厉害？是呀，真是比不了啊。我8、9岁的时候还只知道疯玩呢，可没他这份心计。哎，你也有你的长处。什么？至少你长得好看，我就喜欢你这张脸。你要是在我们那个时代，妥妥的能当大明星。哎呀，你呀就是生错时代了。真的吗？啊，骗你干什么？三胞胎百无聊赖地躺在摇篮里，老三和老四在奋力地啃脚脚，老二正听得津津有味。谁知道这俩人说着说着就开始歪楼了，他还想听那个厉害的小孩后来怎么样了呢？谁知道就看到便宜老爹耳朵都红了。小老二挥了一下小手，想要赶走空气中恋爱的粉红泡泡。哎，师妹还是不改喜欢美男的喜好啊。不过那丫头的命还挺好的，至少这辈子的老爹外貌绝对是拿得出手，真的比现在的明星都有看头。沈妃和唐之陵打闹一阵才想起来，唐之陵，你说咱们是不是要给三胞胎起名字了？总不能一直老二老三的叫吧？小老二又被吸引了注意力，他早就想抗议了，就是他还不会说话，抗议无效。花花和小叶子的大名也没有，都是小名。还有小福宝的大名也没有呢。哦，小福宝有皇上赐名了，叫楚浩荣。我怎么觉得你的荣亲王就是根据小福宝的名字来的呢？我猜也是，皇上确实是喜欢小福宝，小福宝中间的字是按照皇子的名字起的呢。看来三胞胎的名字中间那个字儿得是玉了。三胞胎的名字我得好好想一想，得选个好听的字。行，那这事儿就交给你了。花花和小叶子的大名交给我了。那行啊，看咱们俩谁起得好听。两人相视一笑。西院的小福宝听到了主院的消息，撇了撇小嘴，他真的不抱多大希望。想到楚玉红回京了，小福宝的心又提了起来，不知道皇上会怎么处置老三了。本来他以为自己要死了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老三死就死了。可是他现在又希望皇上能饶他一命，就算圈禁也是好的。齐慧，派人盯着点宫里，有益州王判决的消息，尽快报给我。世子。小福宝没想到，他刚想探听益州王的消息，就被皇上请到了皇宫里。皇上派人来了荣王府，深夜请小福宝过去的。沈妃和唐之陵这两人根本不知道这消息，这是小福宝身体康复之后第一次进皇宫。皇上因为心虚，这段时间根本不敢见小福宝。小福宝进了飞霜殿，皇上晚上并没有翻任何美人的牌子，而是焦虑地等着小福宝。小福宝走进来的时候，皇上看到他长高了一些，还有些诧异。长高了，不错。终于有勇气见我呢。小福宝也没有生皇上的气，他也不想过多干涉皇上的判断，
只要不颠覆江山，皇上怎么做都没关系。在他的意识里，就算是做错了，那也是对的。皇上就是要说一不二，天下之主，魄力一定是要有的。皇上尴尬地看了小福宝一眼，转移话题道：四皇子怎么样啊？有他陪你好不好？礼部说，我还想早礼嘞。小四的孩子早会，怕是还记得他娘呢。怎会？他那么小。你到底有没有脑子？为什么老是在小四的面前说我的好话？你是小四的父亲，你总是在他面前提我干什么？朕就是想让他多陪你，你也有个玩伴。我是小孩子吗？啊，我是吗？我还需要他陪我？皇上看到还没有桌子高的小福宝，很想点头，但是他不敢开口。老大，你以前也有心结，整日提心吊胆，担心朕废了你，换老三上台。每次只要朕夸一下老三，你明面无反应，内心也酸得不得了了吧？可是现在呢，你还想你的儿子再感受一下你当年的遭遇？小四那孩子很敏感，你是他父亲，你是怎么做的啊？皇上尴尬地摸了一下鼻子，看着地上来回走动气呼呼的小人儿。我告诉你，以后少做那些没用的，更不要表现的对我的器重。我告诉你，不需要。